同学你好，我们一起来学习数据差值以及绘制点线图。实验数据呢，总是一些离散的点无论谁来做实验，无论这个实验的自动化程度有多高，实验次数是有限的于是呢，不可避免的在实验数据点之间就留下了这些空白。此外呢，由于技术水平、实验条件等方面的制约，有一些实验数据点就是无法采集到的，于是也留下了空白那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实验，低温下硅的热熔实验该实验开展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低温实验技术刚刚达到工业应用的水平那么正如你看到的这些硅的热熔的数据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那如果说我这里想知道 1.5K、2.0K、3.0K 这些温度下硅的热熔，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想方设法将数据点之间的空白将它填补上那么解决这类问题最适合的方法当属数值计算至于什么是数值计算，我已经在上一单元 1.5 节做过一些介绍。在第二单元，我们用于处理、分析可视化实验数据的算法都属于数值计算的范畴。那在这节课，首先我们就一同来学习用于填补数据点之间空白的差值法。我想我们最好还是以一种直观的形式来认识差值法。Wolfram 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用于数据可视化的函数。List line plot 这个名称当中包含了3个英语单词，所以你会看到有3个首字母被大写这一点你要注意。与上一节课我们介绍的用于绘制散点图的函数相比这个函数中间呢多了一个单词。除此之外，这2个函数它们的调用格式是相同的，中括号内只需要键入用于记录数据的嵌套的列表即可。由于此前我已经做了赋值这里呢我只需要引用 data psi 即可执行。如果你想在这幅图当中标记出那些真实存在的数据点，我们需要加入一个选项 plot markers 键入箭头之后会自动的弹出标识样式列表我们选择默认的样式即可执行你看，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 Origin 软件当中的点线图。当你使用 Origin 去绘制一个 XRD 的图谱的时候，就是这种绘图。下面做一个暂停，你用几分钟时间对上述的操作进行复演这里呢要求你使用这个重掺杂硅在低温下的热熔数据。